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台顶级的 AI 服务器，几百万人民币，最贵的零件是谁？不是机箱，不是硬盘，是里头那几颗黑乎乎的芯片，算力核心。这玩意儿有多紧俏？英伟达一家2026财年光卖这个营收干到2159亿美元，市值冲上4.45万亿，稳坐全球第一。但今天老李要讲的不只是英伟达有多猛，天底下没有哪个大买家愿意把命脉攥在一家供应商手里，被他永远掐着脖子。所以一场针对英伟达的突围战早就打响了。老李把它归成3条挑战线：一是同样做通用 GPU 的正面对手 AMD， 二是云厂绕道自研的专用 ASIC， 背后是博通操刀，谷歌、Meta、OpenAI、亚马逊全都下场了。三是被地缘政治逼出来的中国独立生态，华为打头。前2条这上集就讲透，第3条国产分量重，放到下集专门说。前2期咱们讲了 AI 硬件链里被低估的2环，第1期的散热，第2期的内存与存储。今天咱们回到这条链最核心的 C 位，算力核心，也就是真正算数的那几颗芯片。这一期内容很厚，老李分成上下2集。这上集先把全球这盘棋讲透，下集再回到国产看未来，算力往哪走，聊代表标的的交易思路。话不多说，这上集咱们就先砍透。老观众都记得，第1期咱们用一张图吃透了 AI 全产业链5层：需求、软件、平台、硬件、电力。今天讲的算力核心就在硬件层里。硬件层我当时拆了4块：算力核心、内存与存储、互联通信、制造封装。前2期讲了散热和存储，今天回到第1块，也是最核心的一块，算力核心。这一格里真正算数的芯片有3类： GPU、CPU、专用 ASIC， 各管一摊，缺一不可。但要听懂他们各自的活儿，咱们得先回答一个最根上的问题： AI 这东西到底在算什么？老李尽量说人话。今天的大模型，不管是训练还是拿来回答你问题的推理，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做海量的数学运算。一个大模型内部就是几千亿个数字，专业点叫参数。你扔给他一句话，他跟内部那几千亿个参数一层一层的做运算，最后再变回一句话吐给你。这中间的运算说穿了就2样：张量计算、矩阵运算。名字唬人，本质特别朴素，就是天文数字量级的加减乘除，把一大堆数字两两相乘，再加到一起，反反复复成千上万亿次。而这里有个关键性质，这么多加减乘除彼此之间大多互不依赖，完全可以同时一起算，谁能同时算得多谁就快。记住这一句，下面3类芯片谁强谁弱全是从这一句推出来的。先说主角 GPU， 为什么算这些加减乘除主力是 GPU 而不是咱们电脑里那颗 CPU？ 关键就看一件事，它俩各有多少个计算核心，每个核心又是什么水平。先看 CPU， 咱们平时说一颗 CPU 多少核多少线程，说的就是它的计算核心数。一颗服务器 CPU 核心数也就几十个，主流是几十核顶配，像 AMD 的骁龙最高也就192核384线程。但 CPU 的每个核心都极强，像几十个博士单个就能啃那种逻辑很绕，一步推一步的复杂难题。再看 GPU， 它的计算核心就是常听到的 CUDA 核心，数量是另一个量级。英伟达一颗 H100 有近17000个 CUDA 核心，新一代 Blackwell B200 更是堆到约2万个。但每个核心只会干简单活，像上万个小学生，单个不聪明可架不住人多。而 AI 要的恰恰不是几道难题，而是同一种简单算式，几千亿道同时开算。这活交给几十个博士，
再强也得一道一道排队。交给上万个小学生一人分一沓，刷一下就并行算完了。所以 GPU 的强不强，在单个核多聪明，强在核多能同时算得多。但老李要敲黑板了，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不是芯片块，是软件 CUDA。CUDA 是英伟达搞了快20年的一套软件平台，全世界的 AI 工程师几乎都是用 CUDA 训出来的。所有主流的 AI 框架，所有优化好的算子库都是先适配英伟达。就算造出一颗更快的芯片，开发者也未必愿意用，因为换平台要重新培训工程师，重写优化代码，重新验证性能，还要承担风险。算下来，换掉英伟达，在经济上常常是不划算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飞轮，英伟达硬件赚的钱砸回去为 CUDA 生态，生态越厚，下一代硬件就越难被替代，这才是它最硬的壁垒。但老李得提醒大家，英伟达今天的野心早就不只是卖芯片了。黄仁勋反复在讲一个词 AI 基建，他想做的不是单纯的芯片供应商，而是整个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提供商，从 GPU、CPU、网络到整柜打包好的 AI 工厂，你要算力，找他一站配齐。说白了，他想当 AI 时代的水电煤公司，天下人搞 AI 都得来他这儿接水接电，这才是他市值能撑到4万多亿美元的底层逻辑。讲完 GPU， 很多人有个疑问，既然算账靠 GPU， 那 CPU 在 AI 服务器里还有啥用？有用，而且少不了。GPU 是炒菜的大厨， CPU 是统筹整个后厨的总管。大厨手再快，没人备料，没人调度，没人传菜，这桌席也开不了。CPU 干的是大管家的活，把训练数据从硬盘里读出来，清洗、预处理，备好料喂给 GPU， 决定哪段活派给哪块 GPU， 怎么协调成百上千块卡，再跑那些没法并行，必须按顺序一步步来的控制逻辑。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大管家最近还回暖了，智能体 AI、强化学习，还有所谓的氛围编程，这些活里有大量得靠 CPU 来跑的调度和串行逻辑。连 AMD 都判断2026年整个服务器 CPU 的市场会有强2位数的增长。这里顺带把 CPU 的门派说清楚，咱们电脑和服务器的 CPU 长期是英特尔 AMD 的 X86 架构天下，但还有另一套架构叫 ARM， 你就理解成另一种 CPU 流派 X86 的省电平替。 ARM 这几年风头很足，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苹果电脑里那颗 M 系列芯片，它省电能效高。最新的 M5 芯片把 AI 加速单元直接塞进每一个图形核心，再配上一大块统一内存，能让你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就跑起大模型。2026年1季度 Mac 的出货增速是整个 PC 大盘的3倍多。而在数据中心这头， ARM 也在起势，英伟达干脆用 ARM 自己做了服务器 CPU， 叫 Grace， 靠 GPU 带货，以大批进场，下一代叫 Vera。 你看，连英伟达都从 GPU 杀进了 CPU， 这是本期一个关键信号，算力场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先说第一条挑战线，正面追的是 AMD， 它是这世上唯一一家同时能做高端 CPU 和高端 GPU 的公司。它的 AI 加速卡叫 Instinct 系列，最新的 MI350 还有下一代 MI400， 在显存、带宽这些硬指标上，有些地方甚至反超英伟达，比如 MI400 据称配到 432GB 的 HBM4， 差不多是英伟达同代的2倍，硬件是真不差。那为什么 AMD 还没真正撼动英伟达？还是卡在软件生态上。 AMD 对标 CUDA 的那套叫 ROCm， 这2年进步非常快，主流的 AI 框架像 PyTorch 都已经能用，但在调试工具10几年攒下的那条长尾上，跟 CUDA 还有真实差距。
所以 AMD 的故事是硬件已经追上来了，生态还在补课。掉队的是英特尔，这位曾经的芯片霸主在 AI 这一轮几乎全面落伍，它的 AI 加速芯片高丽卖得不及预期，寄予厚望的下一代 GPU Falcon Shores 干脆被砍掉，不投放市场了，等于亲口承认在 AI 加速卡这条路上掉了队。但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反转，英特尔最大的本钱其实是他还能自己造芯片，他手里有晶圆厂，打不过别人，一条新出路就浮现了，索性不当选手，改当代工厂，帮别人造芯片。如今全球先进制造几乎被台积电一家垄断，要是英特尔的工厂能顶上来，那些搞自研芯片的大厂就多了一个台积电之外的备胎。所以现在看英特尔，就看它能不能转型成代工厂。第二条挑战线是云厂绕道，不跟英伟达硬拼通用 GPU， 而是自己造专用芯片，从侧面绕开 CUDA 那堵墙。这就是第三类芯片专用 ASIC。GPU 是通用选手，啥 AI 活都能接。ASIC 是专才，只为某一类特定的活儿量身定做，把用不上的电路统统砍掉，只留最需要的做到极致。云厂搞 ASIC 不是买颗现成芯片改改，而是从头打造一整套系统，自研负责算账的核心计算电路，再配上内存，配上芯片之间的高速连接，整套长成一个为自家 AI 量身定做的系统。这套里真正干活的是针对 AI 从头设计的专用电路，正因为没有半点通用包袱，它才能把能效做到极致。那它到底强在哪，弱在哪？强的一面，在它专门设计的那类负载上，同样一度电，同样一块芯片的成本， ASIC 可能算出比通用 GPU 更多的活，能效更高，单位成本更低。对一个负载又大又固定的巨头来说，这就是实打实地省电省钱。弱的一面，第一，通用性差，它只擅长设计时定好的那类活，模型架构一变可能就不灵了。GPU 则是什么新模型都能接。第二，研发又贵又慢，设计流片一颗，这种芯片动辄几亿美元，要1-2年，软件生态也远没有 CUDA 成熟。所以结论很清楚， ASIC 不是用来卖给所有人的，它是给那些自家负载又大又稳定的巨头自用的。像谷歌、Meta、OpenAI 与其年年花天价买英伟达的卡，不如自己定制专用芯片，把总成本压下来。而负载小需求多变的中小公司老老实实买通用 GPU 反倒更划算。这条路里有2个角色必须讲透。第一个，谷歌的 TPU， 这是自研 ASIC 最成功的标杆。最新第7代代号 Ironwood 比上一代快了4倍多，单颗算力 4.6 个 PFLOPS， 配 192GB 的 HBM3E 高带宽内存，对，就是第2期讲的那个 HBM。 订单更猛， Anthropic 一家就签了最多100万颗 TPU， 2026年要上线超过1个吉瓦的算力。这是目前对英伟达最实质性的长期挑战。第二个，博通，这才是这盘棋里最闷声发财的角色。云厂搞 ASIC 是从头打造一整套系统，可这套系统又贵又难，大多数云厂自己根本设计不了。那找谁？博通。他干的就是把云厂我想要一颗这样的芯片的想法真正变成能量产，还能成百上千颗连成一张网的实体系统，前后端设计，高速互联， HBM 集成，先进封装，再送到台积电流片量产，一条龙包圆。所以谷歌的 TPU 背后设计和落地是博通， Meta、Anthropic、OpenAI 的定制芯片也都找博通。换句话说，当所有云厂都想绕开英伟达自己造芯片时，他们绕不开博通，他就是给挖金子的人卖铲子的那位。看数字，2026年1季度博通 AI 这一块营收84亿，
同比翻倍还多。更说明问题的是订单能见度， AI 芯片的在手订单堆到了730亿美元，是未来大约18个月要陆续交付的量。定制客户也从5家加到6家， OpenAI 是新进来的那个。这条卖铲子的赛道，博通不是独一家，老二是 Marvell 干的活，跟博通高度重合，还另有一块数据中心连接的生意。两家加起来吃下了云厂定制芯片大约80%的盘子，博通约占70%。所以这条绕过CUDA的路，结论很有意思。云厂自研 ASIC 确实是对英伟达的真实威胁，但绕来绕去，钱还是流进了博通、台积电还有 HBM 厂的口袋。价值链的上游谁赢都赚。好，到这儿全球这盘棋咱们上集就讲透了，串成一条线。AI 算的本质是天文量级，又能同时开算的加减乘除。GPU 核多并行强，是主力英伟达靠 CUDA 护城河称王，野心还要当水电煤。CPU 始终是大管家，随智能体和强化学习回暖，而没人愿被一家掐脖子，于是挑战四起。AMD 硬件追上来了，生态还在补课，英特尔掉队，寄望转代工厂。云厂的专用 ASIC 绕道突围，谷歌 TPU 打头博通和 Marvell 闷声卖铲子。记住一句话，全球算力这盘棋表面是英伟达一家独大，底下是通用与专用的长期博弈。但不管谁赢，给所有人供货的上游都稳稳赚到那份确定性的钱。不过这盘棋还有最关键的2块没讲，一块是咱们自己的国产算力，华为带头打到哪一步了？另一块是未来，算力还能这么疯狂堆下去吗？这些再加上代表标的的交易思路，老李都放到下集给大家一次讲个痛快。这上集就到这，咱们下集见。感谢观看，穿透财局，照见趋势。点赞、关注、转发，咱们下集见。